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宁。这支影片会针对你的太阳上升在水象星座的朋友，水象星座分别是天蝎、巨蟹还有双鱼座。第一个，我们先来讨论天蝎座。我们先来看天蝎座2025年上半年工作运势。我觉得非常棒恭喜天蝎座。就是呢，你可能会去新的领域啊，或者是新的环境、新的同事，但是基本上呢，这还超棒了，就是同事不管是人际关系还是金钱上面，都有非常不错的成就，而且重点是你非常的努力，你很认真，你很认真的执行，你对你的工作呢有非常棒的企图心。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注意，就只是你也对于你工作的内容都非常的上手，同事你也都非常的和乐，所以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，就是一个完美的职场，所以不必要有太过的焦虑。如果你还是很担心，那你就只要把按部就班的把事情做完，其实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天蝎座真的是恭喜你耶，在工作上面很棒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感情上面。好，感情上面呢，就有一点没有那么好了。就其实因为呢，你在感情上面你，有一些不是那么理想的对象，或者是你已经在稳交中了，可是那些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顺利。比如说你们某一方会感觉到受伤，然后呢会感觉到呃对方不愿意沟通，会有一种沟通无效的感觉。再来呢，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发生，比如说意外发现小三，意外发现对方其实有交往很久的人之类的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光明的一个现象，就是你在这个关系之中，你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，这突发状况是一时之间无法去解决的，然后是很突然的，然后是很令人有一点崩溃的。但是我们也不用太过焦虑，就是在认识新对象上面呢，我们要稍微的就是注意这个人的背景啊，还有这个人的什么来头，你要非常的知道，就是以免就是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发生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在这里虽然感情上面没有工作来这么好，但是基本上它也是一个，基本上就只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些人，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，他是否善类，这很重要，因为有可能他看起来非常的善良，非常的 OK， 非常的干净，可是搞不好实际上背后做了一大堆肮脏的事情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对，所以在这个感情的上面呢，就是不要那么快恋爱脑，不要那么快的就直接晕船，你要打开眼睛，要仔细的判断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们来看天使给你的建议。天使说，他说呢，你会在错误之中找到成长的机会，所以有时候呢，这些挫折，不管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，这些挫折它并不是要来击垮我们的，它是要让我们看到问题的。比如说你在认识新的对象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某一点，比如说他搞不好已经有正宫了，然后被你知道，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故意要来让你感到挫折，然后一蹶不振，而是要让你在每次投入一段感情之前，是否要先仔细的观察，而不要太快的就直接掉入这个恋爱的粉红泡泡里。所以有时候一些突发的事件、一些错误、一些挫折，并不是真的要把我们打死，而是要从这里面找到原来我可以怎么做，或者是原来有些事情我可以事先判断，有些事情我可以事先准备，这个才是天使要告诉你的。所以虽然呢，在感情上面可能没有那么理想，但是我们也不用太烦躁或者是太焦虑，而是我们应该要想办法的从你可以努力的地方，从错误之中找到一些可以再变更好的机会。这个呢，就是给天蝎座，不管你是上升在天蝎，还是你在太阳在天蝎，你都可以参考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次见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讲太阳或者是上升在巨蟹座的同学，2025年上半年的运势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工作。
好，其实，在工作上呢，你可能目前正在，你感觉你在工作上呢，你可能大部分独来独往比较多。那这个独来独往呢，你其实有在评估，就是这些行业啊，这个公司是不是符合你自己。然后，其实这工作你做的算是有一点，那叫什么？有点紧绷，有点 struggle，就是有一点你必须要很积极的，你必须要非常努力的，你才有办法度过。所以对你来讲是有一点辛苦的。然后你不断的在调整方式，你不断的在观察，然后测试，然后从头开始，你一直在做这些的努力。那最终呢，你还是会想说，我是不是应该要离开这个工作，或者我是不是不适合？你还是有在犹豫这件事情。但是整体的上半年呢，你并不会做出太大的决定。比如说离职、转职，你没有，你还是会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，这就是巨蟹座的个性，就是非常的认真踏实的完成你该要应有的工作。所以其实，在工作上，我们可以先知道的事情就是，会有这些状况，但我们就静观其变。我们就再继续观察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你虽然得到了不错的你的这个职位可能是令人称羡的，可是你自己并不这么认为。你可能在这个之中，你非常的辛苦，然后没有人知道你的辛苦。我知道。好，所以你如果要离开还是不离开，我们可以看下半年的状况。但至少在上半年的时候，你应该不太会做太大的改变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感情上面的建议。好，在感情上呢，不论你是已经在一段关系，或者是你要重新认识新的对象，其实你都面临到一件事情，是我到底要不要这段感情？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有一个继续的未来？我到底跟这个人在一起有什么意义？你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思考，这是好的，因为代表你正在反思，你代表你正在回顾整个关系的建立。但其实呢，你在这方面，你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是比较以一个负面的方式在看待，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人、这个对象、这段关系，或是对于感情这件事情，对你来说并不是正向积极的，对你来说它是会让你身心疲劳的，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，你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疑虑。但是最后呢，因为有一个 Page of Pentacles，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属于你想要踏实的那一方。所以这个人不管他是好或是不好，但他能不能够给你安稳是很重要的。那你可以用安不安稳、安不安全的这件事情来评估，因为我知道巨蟹座呢，你们是非常在乎安全感这件事情的。如果这个人没有办法提供给你安全感，或者这段关系让你觉得很不舒服，那就不用了。但如果可以，那是不是还是会有其他可以努力的机会？那这个就是我们上半年巨蟹座可以观察的地方。那我们来看天使给我们的巨蟹座什么样子的建议呢？他说，你要直觉、洞察力、观察，是不是跟我刚刚讲的很像？就是因为你们对于安全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，所以你必须要去观察，你要去思考说，用你的直觉，用你的心去感受这个关系跟这个人跟你的连接是不是健康的，是不是你觉得舒适的，这非常的重要。那工作也是，如果这个工作呢让你觉得不开心，或是让你觉得不断的在内耗，让你觉得你下班没有办法再学习新的事物，让你觉得你整天的能量都用尽，那它就不是一个你适合的地方，它就不是一个你可以发挥长才的地方。所以洞察力呢跟观察是非常重要的，你要把你的焦点放在就是自己的内心，然后用自己的内心、自己的直觉去感受，不管是工作还是恋爱，都是可以用这个方式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塔罗牌还有天使给巨蟹座在2025年上半年的建议。谢谢巨蟹座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针对水象星座的双鱼座来讨论2025年上半年的运势。首先是工作的部分。你在工作上呢，其实你
这个工作你应该非常熟悉了，这个工作的模式呢，你也都非常了解了，你就是这个行内的内行人、行内人。好，那在钱的方面也是不错，就是还 OK， 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 bonus 可以期待。但是其实虽然你对这个工作你非常的理解，你懂这个整个领域、整个产业的发展，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会在你的心目中就是跑出来，就是你还是会有点犹豫，这个地方是不是你一生该待的地方？你还是会在思考说，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要的吗？对于塔罗牌的建议来说，有这样的思考当然是好的，因为你会知道，你会反思，你会去思考，你不是盲目的，所以这是很好的。那在上半年的时候，你一样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，有一个这样子的问号在内心，但你不会做太大的变动，因为你的行动力，你都还是非常的任劳任怨的去做你这个工作该做的事情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呢，在工作上面，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顺利的，也算是一个你想要的事情，你都有一一的踏实的得到，都有实践的这种完成度都是有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上呢，也不用太焦虑，只是你可能会内心有一个想说我要在这边继续到什么时候，你会内心有一个这样的想法，但是你不太会做出太巨大的改变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感情上面的建议。感情，在感情上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志趣相投的人，这非常的棒，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呢，你又是一个比较，你会想要走传统的路线，你不想要太过创新，你想要就是好先认识，然后先聊天，然后然后再去吃饭，然后再干嘛再去看电影，就是按部就班。你不会想要就是有一个很前卫的那种恋爱关系 ，no， 你不是。就是你喜欢按部就班，然后一步一步来，我觉得这很好啊，就是没有不好，就是不要太过抓嘛。因为有时候双鱼座呢，它的行事风格呢，确实有时候是很疯的，自由自在的，对，所以。但是你现在想要的恋爱的方式，你想要有不管是暧昧或者是在稳定关系里面，你想要的模式是按部就班，是慢慢来的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就是你就用你自己的步调，然后会不会遇到好的人呢？会，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人。对，如果你想要的是，你还是想要就是那种比如说很 drama 的那种恋爱的模式的话，那你当然就不会有一个很稳定的这个按部就班的对象，你可能就是非常的就是心情会起起伏伏，所以其实你要想说，到底你对于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想要这个人只是来陪你吃饭的，还是你们想要有一个很长远的关系？这样子对象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，所以你可能可以先想一下你想要的恋爱的模式是什么，然后，其实我觉得，你要遇到对象的机会是蛮大的，但是前提是你要先想好，你到底要怎样子的恋爱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天使呢，给我们双鱼座什么样子的建议？他说 retreat， 他说呢，你要在这个忙碌，然后非常庸庸扰扰的人生的生活当中，去找到一个到底什么事情是适合你的？你要去反思，你要去思考，你要去观察，到底这个不管是工作还有恋爱的这两件事情，什么样子的工作，什么样子的工作模式领域是你擅长的，是你想要奉献一辈子的，然后什么样子的对象是你想要跟他走长远的，还是你只是想要就是好玩的那种？要去想象你到底想要什么样子的。工作模式或者是感情模式，这个是你事前要先反思的，你要先去帮自己建构出来的，而不是什么样的工作来就做，什么样的人来就交往，这没有意义。你要做的事情是，你要先想好到底你想要的是什么。那这个天使呢，他就是在说，你要去从这些人生的很多刻苦的、困难的经验里面去找到一个你最喜欢的模式，你最舒服的，你最自在的，这个才是天使要告诉你的。以上呢，就是针对水象星座巨蟹、天蝎还有双鱼3个星座的2025年上半年的建议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请在这边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帮我留言，我们可以互相讨论，然后来帮我订阅，拜拜。然后一蹶不振，而是要让你在